你有沒有過這種感覺？就好像我們的大腦裡裝着一套特別古老的軟件，卻要運行在今天這個超高速的世界裡，這感覺挺奇怪的，對吧？所以呀，要想真正搞懂我們自己，我們得當一回偵探，回到過去看一看。今天我們就一起踏上這趟破案之旅。这真的是個挺奇怪的謎題，不是嗎？你想想看，我們現在擁有的東西，別說我們的祖先了，就是幾十年前的人都夢想不到。科技、財富，什麼都有。但奇怪的是，我們好像並沒有因此就更快樂，反而很多人覺得更焦慮、更疏離。這背後到底藏着什麼秘密呢？要解開這個謎題啊，咱們需要一個特別厲害的偵探工具。這個工具就叫演化心理學。聽起來可能有點學術，但它的核心思想其實特別簡單，就是說我們每個人的大腦裡其實都還裝着一套為遠古非洲大草原生活量身定做的操作系統。好，那咱們的調查路線圖就很清晰了。首先，我們得看看這套遠古操作系統到底是怎麼回事兒。然後呢，我們會去破解一個大家都很關心的問題：為什麼我們總是控制不住想吃垃圾食品？接下來，咱們要深入一個相當有爭議的話題——家庭的起源。再然後，我們會揭開一個可能讓你大跌眼鏡的真相，關於我們祖先所謂的富裕神話。最後，我們再一起直面那些被歷史永遠隱藏起來的秘密。好，調查開始。第一步，咱們先來布置一下這個案發現場。這個現場就是我們大腦的出廠設置和我們今天生活的世界之間存在的一個巨大的根本性的衝突。可以說，我們今天的好多煩惱根源啊，都在這兒。你看這張時間軸就非常直觀了。在咱們智人存在的這幾十萬年裡，95%以上的時間，我們都是以狩獵和採集為生的。那10000年前的農業革命，還有200年前的工業革命，在整個人類的演化長河裡，真的就好像是昨天才發生的事兒，一眨眼的功夫而已。所以你看，這就是最核心的矛盾。我們的大腦，它的程序是為了在開闊的大草原上生存而編寫的，但我們現在生活的現實呢，是一個個被手機、電腦包圍的超級城市，一個鋼鐵叢林。所以啊，在你內心深處，可能總有一部分還在警惕着草叢裡會不會跳出猛獸，哪怕你現在手裡只是在刷着短視頻。好，那接下來咱們就來看第一個具體的案例。這個例子能特別好的說明我們這套遠古的編程是怎麼在咱們現代社會裡搗亂的。就是這個問題，為什麼我們明明知道那些高熱量的食物不健康，但就是控制不住的想吃？這個問題呀，直接就關係到困擾現在無數人的肥胖問題，而答案呢，就藏在我們的基因深處。咱們來想象一下，在那個食物極度匱乏的年代，下一頓飯在哪兒永遠是個未知數。在那種環境下，貪吃可不是什麼壞毛病，那是一種頂級的生存策略啊。所以那種一旦碰到高熱量食物就拼命吃的本能，就好像一段代碼一樣，被牢牢地寫進了我們的基因裡。這張對比圖就把事情說得特別明白了。你想，3萬年前，你好不容易發現一棵長滿了熟透無花果的樹，那最優的策略是什麼？當然是在被別的動物搶走之前，能吃多少吃多少，吃到撐為止。而今天呢，你的 DNA 面貼一整個冰箱的食物，或者一整桶冰淇淋的時候，它還在給你下達那個古老的緊急指令：快，這是難得的好東西，趕緊全吃掉。好，說完了飲食這個比較好理解的話題，咱們現在要進入一個更複雜也更有爭議的領域了。在這裡呀，線索變得非常模糊，各方的說法也完全不一樣。可以說，真正的偵探工作現在才算正式開始。關於我們遠古祖先的家庭生活，學者們基本上分裂成了2大陣營，可以說是吵得不可開交。一邊呢是遠古公式理論，他們認為我們祖先的生活裡根本沒有私有財產，也沒有嚴格的一夫一妻制；而另一邊呢是永恆一夫一妻理論，他們堅信那種由一對夫妻和孩子組成的核心家庭，從一開始就是人類社會的基礎。你看，支持遠古公社理論的人會拿出一些證據，比如說我們的近親黑猩猩就是這樣生活的，而且現在也還有一些部落保留着類似的習俗。他們甚至認為，我們現代社會裡那麼高的離婚率，還有各種情感上的掙扎，可能都源於一個根本的衝突，
就是我們的社會規範強迫我們去適應一種其實違背了我們生物本能的生活方式。這些理論聽起來都挺有道理的，对吧？那麼問題來了，真正的證據呢？那些埋藏在地下幾萬年的化石和工具，他們會告訴我們一個什麼樣的故事？這可能就是最迷人，但同時也最讓人抓狂的地方。真相是，這些線索主要是一些骨頭和石頭，他們对这件事儿完全保持沉默。他们没法告訴我們，我們的祖先是如何相愛、如何嫉妒的。所以這意味着什麼呢？這意味着，如果下回再有人非常肯定地告訴你，人類天生就應該是什麼樣的家庭模式，那你心裡就要清楚，他很可能只是在猜測。關於我們祖先的親密關係，這個案子到今天為止都還是個懸案。好，接下來這個部分啊，我們可能要顛覆一下很多人的固有印象了。我們一提到石器時代，腦子裡出現的畫面可能都是那種短暫、野蠻、有悲慘的生活。但有些數據啊，可能會讓你大吃一驚。咱們直接來看這張圖表，你看狩獵採集者平均每周的工作時長大概是35到45個小時，這跟我們現在的上班族差不多，甚至比很多發展中國家的人要少得多。你想象一下，那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沒有早晚高峰的通勤，沒有開不完的會，更不用每個月操心還房貸。再看看吃的，他們的飲食可以說是極其多樣化。可不是後來農民那樣，一年到頭就指着小麥或者大米這幾種主食。他們能從幾十種甚至上百種不同的動植物那裡獲取營養。說實話，這可能比我們現在這種嚴重依賴少數祖糧的飲食結構要健康得多。所以你把這些優勢都加在一起算算，工作時間更少，吃得更豐富、更健康，也更不容易得傳染病。這麼一看，也難怪很多專家會把這種生活方式稱為最初的富裕社會。這個概念可以說完全挑戰了我們對於進步這個詞兒的傳統定義。當然了，在我們開始過度美化和向往那種生活之前，我們必須得非常清醒地認識到，那也絕對不是什麼田園牧歌式的天堂。他們的生活同樣充滿了殘酷，有非常非常黑暗的一面。就像這位巴拉圭亞阿契部落成員說的這段話，他就毫不掩飾地揭示了那個世界裡同樣存在的野蠻和暴力。好了，我們的調查也差不多接近尾聲了。在最後，我們必須面對一個事實，一個可能有點令人沮喪，但又必須承認的事實，那就是在我們的知識版圖上，關於我們的過去存在着巨大的、可能永遠也無法填補的空白。你看，我們祖先的生活啊，絕大部分是圍繞着木頭、皮革、植物纖維這些東西展開的，還有他們的語言和故事。但這些東西根本不可能在地下保存幾萬年。所以啊，我們現在之所以管那個時代叫石器時代，僅僅是因為只有石頭做的工具幸存了下來，說不定叫它木器時代或者足器時代才更準確呢。我們今天能看到的，真的只是歷史這幅巨大拼圖中零零星星的幾塊碎片而已。所以說，有一道沉默的帷幕遮蓋了整整數萬年的人類歷史。這個比喻真的非常貼切。在這道巨大的帷幕後面，到底發生過什麼？我們只能去猜測。可能曾經有過偉大的帝國，有過深刻的宗教和哲學，有過驚心動魄的戰爭和愛情故事。但現在這一切都消失了，我們永遠也無從知曉。所以你看，我們這場穿越時空的偵探之旅繞了一大圈，最終的終點其實還是回到了我們自己身上。所以下一次，當你深夜裡控制不住的想打開冰箱找點甜食，或者是在刷手機的時候感到一種莫名的孤獨和焦慮時，不妨停下來想一想，這背後是不是你那位生活在幾萬年前的祖先正在通過你的身體對你輕聲低語呢？